那个够难的哦，那个。倒车入库。除非你是本身是开这种大型的货运车，就是。大家好，欢迎来到流浪移民日志 Wanderers Immigrant Journal。大家好，我是吴建旺。今天这个视频呢，主要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在美国或者加拿大，你要如何去安排一个自驾露营车旅游。噔噔，好，我前阵子一直在找工作，然后不顺，找不到，到现在找不到。我这个人本身是一个比较正能量、比较正向思考的人，但是呢，我就发现在找工作这个阶段，不顺。然后这种负面情绪呢，在我不知不觉情况下就带给家人跟带给小朋友，那我就觉得这样不行，那我就需要出去走一走，然后于是就带家人小朋友，然后去走一走，去旅行，在短期间，大概5、6日这样啊，没试过露营车旅行嘛，那于是我就尝试了，然后就把这个心路历程分享给大家。那主要因为我从小就看我们那些老外电影和 Hollywood movie， 它就会有那种场面是很多年轻的男生女生，然后在荒郊野外，然后开着露营车，然后晚上，然后就点火，烧木材点火，然后就就在那边很疯狂的 party， 然后男男女女啊OK， 好，不说废话不多说，就是有这种幻想啦，有这种幻想，所以我才会决定决定要选这个 RV 的露营车旅行。第一步呢，就是你一定要去注册啦。又好像是废话哦。吔屎啊你！好，虽然是废话，但是很重要哦。第一步，注册租露营车。那我简单说一遍，它就是分2种型，一种叫做是拖挂式 trailer，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呢叫做一体式，叫做motor home。简单来说的话，就分这2种。经过我的经验的话，就是我找了一个 Canada Dream、RV Go， 然后还有其他的，然后最后我选了一个叫 RV Easy。那 RV Easy 这个网页呢，网址呢，它就跟其他不太一样，其他都是注册公司，但是 RV Easy 这个网页呢，它除了网页以外，它有手机 Apps 版本，那其实效果就差不多。那它呢就比较特别，就是简单来说，它就好像行车版本 RV 版本的 Airbnb 是每一个私人的业主可以将他的物业然后拿去放租，然后平台就是抽一个 commission， 对不对？那这个 RV Easy 也是一样，它就是将你私人的这种露营车型去放租，然后 RV Easy 只是提供这个平台。那为什么我不说汽车呢？因为汽车的话，美国、加拿大还有另外一个 app 叫做 Turo， 是专门针对汽车出租的。那 RV 呢是专门针对这个露营车出租的，所以不太一样。那如果Turo 的话呢，有机会我会再做一个视频专门针对 Turo， 因为台湾也没有 Turo 这个 apps， 然后香港也没有。那美国、加拿大的话是有的，而且性价比也是很高，也不错。那包括这个 RV Easy 也是一样哦，性价比是非常好的。那譬如说我上网查所有的这种 RV 呢，大概价位是在一个晚上200多块加币左右。但是呢，最后我选择这个 RV Easy 呢，它是一个晚上价位是在于80几块加币，直到100多块加币都有。最后我就选择了这个 RV Easy 啦。好，各位选定了你要选车子的这个网址或者 App 之后呢，你就该考虑要选哪一种 RV 车型了。
那 RV 车型呢，我粗暴式的来分的话，它就是大概有2种。第一种呢，就是呢叫做拖挂式 trailer， 它就是分离式的，就是一个露营车子一个躯体没有动力，那你需要开你自己的 SUV 或是 Jeep， 然后去做一个连接，那这叫做拖挂式。然后另外一种呢，就叫做一体式的，英文叫 motor home， 顾名思义，机动性的家，好，那它就是一体式的哈，那个车头是直接连着那个身体的，是连在一起的。这2个分别呢，简单来说，拖挂式的，你在路上，你到达目的地之前，你的家人或是你的朋友或是你的旅行的其他 partner 都不能在露营车厢里面，这是违法的。一体式的话呢，司机在道路上开车情况之下，家人、朋友或是 partner 是可以在车厢里面的住宅空间，是可以在坐在那边、躺在那边，甚至聊天，这是没问题的。这就是第一个不同地方。然后第2个当然是价钱啦。有錢俾錢，冇錢執翻我唔扯。拖挂式的相对来说便宜很多，便宜很多。一体式的相对来说会贵很多。这是价钱第2个啦。好，第3个，我们再看灵活性。拖挂式的灵活性非常够，灵活度高。一体式的灵活度低。不是吧？为什么呢？这样说好了，你开露营车，你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让你去，比如说有些市区呢，你就是禁止让你进入的。而且就算让你进入呢，你开着一个这么长的车呢，你也不方便停车，或者是不方便去做一些暂停，然后去买东西，去菜市场或去超市，不是很方便。那相对来说，拖挂式的话就可以。为什么？因为拖挂式呢，你可以到了目的地之后，包括是譬如露营地，你就把你的露营的车厢那一节拆开分离。你的车子的本体主体，你就出去市场或是市区或者当地的 downtown 买你需要的东西，所以灵活性是比较高。好，那第4点，你的驾驶手感，拖挂式的话会比较一点难度，就是比如说你转弯，这个高难度这个倒车入库，你停到你要的路去的话，这种一些细节你可能会很不习惯。除非你是本身是开那种大型的货运车，就是20几吨那种货运车，然后它拖一个那个货柜，它类似那种原理就类似那种。好，除非你是本身就是开这种的司机，不然的话会有点不是很习惯。简单来说就是分2种，拖挂式 trailer 跟还有一体式跟motor home 这2种而已哦。那其中呢，不管是拖挂式也好，还有一体式也好，尽量建议各位可以去租叫做 slide out。什么叫 slide out 呢？就是它可以将本身你那个躯体，你的露营的那一块躯体呢，增加它的空间，扩展开来。就好像变形金刚一样，它2边那个身体有没有会拉长，这样变形金刚。它就是可以，本身你可能只有大概3公尺宽的东西，那你可以2边就突然，或者一边单边扩展，增加你的空间，留出多的面积给你去使用。推荐各位租这种有 slide out 的这种车型，会比较好一点。那我当初住的话，是因为贪便宜啦，所以就找了一个旧型，然后也没有 slide out 的。但是价格相对来说比较便宜哈。你怎么那么不听话？我没钱呢。
当大家车型选好，然后价钱也看对了，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必须最重要的规划行程，然后还有营地的选取。因为这次我第一次嘛，那我也没有想要去做一个比较长的旅行规划，我只做一个短期的，就是星期5、6日这样。那我就选定3天2夜嘛哈，都是在同一个地点，就是在 Banff，在 Bulgaria 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它就是属于 AB 省的省立公园，所以我就去它的网页。好，那在这边简单讲一下，营地的话，在加拿大它有3种，一个就是国家公园，第二个是省立公园，第3个是私营地。粗暴是就这3种哦。那国家跟省立都是便宜，但是它相对的设备呀，然后它是一些软体的，包括硬体的设施，比较没有像私人公园是那么的足够。好，但它也是有，但是你需要去抢，早一点去订。好，但是相对的，这个价钱很便宜哦，比私人便宜太多了。当你选定了你要地点之后呢，你就开始选国家的公园呢，还是省立公园呢，还是私人公园。像我为例的话，这次的视频去选择了一个省立公园，就是 AB 省的省立公园，也是在 Banff Bulgaria 这个地方。好，我就去它的网址各位看一下哦，我准备了这个视频。然后去它的网址之后，它就会有很多的选项。那主要大家注意的是，在你们的想要的日期还有地点，那是不是有位置可以给大家预约？好，有了，再注意一下，有个过滤器 filter， 最好是建议各位选择有水、有电、有洗澡的也不错，然后还有公共厕所的也不错，它都是显示在这个网页上面。比如说 water 啦，然后还有 electronic 啦，就是电嘛，然后还有public toilet 那也是有，还有呢它会显示这个dump site。那什么叫 dump site？ 就是放脏水，那叫 dump site。下一个 part 会详细的解释一下哈。好，那你就尽量会选择有这些足够的地点，因为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呢，你会比较不方便，尤其是露营新丁尽量是水电、洗手间、浴室什么都有会比较好一点那它价钱呢也会相对的比没有水、没有供电的那种露营场会贵一点点，但是你所需要的它几乎是应有尽有，我们可以满足到你好了。那当你选定了你这个露营场地之后呢，那你就可以直接去付现在网上付现它就会给你一个号码，类似收据，你拿那张纸，然后你就到你露营场地之后呢，会有一个 customer service center， 你就进去之后将你那张纸交给他，他就会告诉你那个地址的一些详细内容，然后一些情报，然后注意事项，那你就过去就可以了，那你就去使用就可以了好，那价位的话都大概是以我为例的话是大概1个晚上40块左右。那如果它是有分层次的。省立和公立的也好，都有层次的。如果你要选择什么都没有，可能它就10几20块就有了那除了这个省的网站可以让你去预定露营场地之外，你还可以去国家公园的网站去预定你的露营场地，也是一样，方式也是类似也是有选择有水有电，或是没水没电，然后是没有厕所的。你都可以去选择基本上我最后还是建议大家新手选择是供水供电，然后甚至有浴室还有洗手间的，那它会比较方便一点还有尽量是越早定你的位置，你的地点可以选择更多，然后地点会比较漂亮，风景会更好一点最好是就是如果你行程规划的话，1个月前或是3到3个月前行程规划是最好的好，当选完车了，然后行程规划好了，露营场地也选择好了，那你就可以去享受你的行程啦。那最后享受完之后呢，做一个总结。
最后你需要注意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露营车的使用方式。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要租车的时候也是一样，你要先拍照。你租什么车都一样，你要先拍照，保障你自己当然是也要保障对方了，那你要保障你自己另外就是我个人认为最重要就是拖挂式车，因为我是这次租拖挂式嘛，你要非常清楚的知道怎么做一个连接，还有分离。简单讲一遍的话，它连接的话，它就有个叫做汽车这边汽车部分，它有一个叫做tow behind。本身那个躯体呢，露营车的躯体呢，因为它毕竟是露营地的话，它一定是那种山区啊、山咖那种地方，那你要在固定的那个点水平线要非常稳这个要注意。然后呢，还有它的水的水箱位置啦，然后水的来源呢，然后水的输出啊，还有电的输入啊，这些你都要清楚，非常清楚。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呢，放水的水缸，它有分灰水就是清水缸，还有脏水就是黑水缸，它有分这个东西。那什么叫灰水，什么叫做黑水缸呢？简单来说就是屎。玩個樣啊！呢度有屎一篤，邊個夠膽掂佢？咁多嘢唔玩，你使唔使玩屎咁核突嘅嘢啊 ？Why not 啊？你咁講係因為你懶係受過高等教育，出入又懶係上流社會，係你嘅懶係學識認為屎就係無聊同埋污穢嘅。就等於你老母或者大姨媽由細到大話俾你聽，鬼就係恐怖嘅一樣。所以就算篤屎唔臭，你都一樣睇佢唔起。鬼唔埋嚟咬你，你都一樣會驚。如果我哋能夠反轉呢個觀念咁就得啦，夠膽埋嚟答下佢啊！我掂咗啦，體驗到咩恐懼啊？練到啲咩咁巴閉啊？若然係咁咧，救命啊！尿就是囤积你那些屎尿的，就是你厕所那些屎排出来的，它有一个水缸。好，那灰水呢，就是清水缸，就是我们洗澡水，就有一个洞，你的车后面一定有一个地方是可以放那些管，你就把那些管拿出来，然后就连接在你的那个黑水缸的那个出水口，然后另外一个头呢就接驳在那个地上面那个洞，然后就放了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好，这个你要知道怎么去操作。对，那所以这个就是我刚刚一开始跟你说，你要选择场地的时候，最好是选择可以有水的供应，还有电的供应，包括你排黑水，就是你屎尿的供应的地方是最好的，就是 dump site 这样一样。各位如果看我这个视频，因为时间上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太详细的去解释，然后也没办法去太详细的放太多的图片跟照片跟视频在这边。那如果也是一样，各位有朋友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在底下留言，那我会去回答，尽量会去回答。那如果留言热络，我会去再针对这个露营车做一个详细的视频给大家。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到此为止了。那记得最后记得点赞、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那就今天就这样了，拜拜。